地禀上古仙尊用过的仙剑，却被乞丐随意摆在地摊上贱卖。就算被我用半枚灵石买下，乞丐却暗自窃喜，觉得我是个大冤种。毕竟这把飞剑不仅锈迹斑斑，还残破不堪。就算白送给其他修士，人家都嫌拿出去丢人。可他却不知道，我有一块修复面板，不仅能修复所有残次破损的东西，甚至连重伤濒死的天地，我都能完好无缺的修复回来。只不过此时此刻，我还只是个连灵田租金都交不起的灵芝师，也只能先咬咬牙，花掉5个修复点，把那本顺带买来的残次灵语书先修好再说。天色渐晚，我趁着灯火闪耀快步回家。刚进屋，木门便传来粗暴的拍打声，咚咚咚！我迅速起身看向门外，怕大门被猛地撞开，尘土飞扬，雨水混着腥风扑面而来。你小子死了没？没死就快点出来！门外传来一个粗暴的声音。进门的是青玉方士出了名的泼皮无赖汪九，仗着炼气中期修为无恶不作。汪九爷，请恕我失礼，刚才睡迷糊了，没有听到门外动静。我脸上适当流露出恐惧的神情。你小子还活着？汪九面色不悦，上个月灵田租金还没交，今天若是再不交，就给我滚出这里！有钱有钱！我从怀里拿出2枚灵石递了过去，这是上个月的租金，汪九爷您点点。汪九掂了掂灵石，脸色依然阴沉。刚才的是租金，这些是给您的孝敬。我迅速从袋里取出1枚灵石，恭敬地递给他，见钱到账。汪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错，听说你最懂人情，年底还会多给你宽限，好好干，前途无量。话音一落，他便大摇大摆地朝下一间房屋走去，那里的租客是一名千娇百媚的女修。片刻后，隔壁便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狗男女！我在心中暗骂，等我修复出强大的法术，一定让你后悔。院子恢复宁静，我端详着那本灵语术，投入5点修复点，当日剩余修复点数8，当前修复法术残次灵语术。几分钟后，脑海中涌现出完备的行宫引导图，灵语术已修复，等阶下品木系法术。介绍：牵引天地雨水，复苏万物，这是完整版的灵语术。我激动不已，当即开始修炼。5天后，面对灵田，我轻轻结印，几道白光飞入天际。片刻后，乌云密布，细雨纷飞。我精准控制雨水滋润灵植，而自己衣衫干爽，成功了。看着田里已进入成熟期，价值超8枚灵石的仙灵草，我眼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这回发财了！接下来的10几天，我全心全意开垦施法，有了完整灵语术加持，3亩灵田产量暴增，连闲置已久的仓库都被堆得满满当当。当务之急是售卖这些低阶灵植，去万法阁买强大的杀伐法术护身。想到便做，我迅速洗漱出门。刚踏入万法阁，熟悉的陈掌柜便迎了上来。远哥又来了，今天想看什么？还是要买些新法术？陈掌柜微笑着问道。陈掌柜，我这次是想出售一些低阶灵植，不知道你们这边的价格如何？远哥，放心，我们这里的东西物美价廉。陈掌柜领路的脚步忽然一顿，瞪大了眼睛。等等，远哥，你说的是要出售灵植，而不是购买？是的，远哥，你灵田平日的收入不是刚好够支付租金吗？陈掌柜似乎有些怀疑的打量我。最近灵田的产量大增，所以我来售卖一些。陈掌柜听后仍有一丝狐疑。远哥，我们这收低阶灵植通常需要大批量，至少20株，如果不够，可以下次再来。这些够吗？我直接拿出了100多株仙灵草。够了，绝对够了。陈掌柜眼中惊讶，掩饰不住，连忙叫伙计点数。不久后交易完成，我望着储物袋中增加的30多枚灵石，心中狂喜。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将剩余的200多株灵植分批卖给了其他店铺。最后我花光所有灵石，买了一本残次版的中品法术庚金剑诀和一件破损的低级法器。赚钱如针挑土，花钱如水推沙。回到家，我紧闭房门，换出系统面板，姓名梁远，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6，当前可修复法术残次的庚金剑诀，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当前可修复法器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这龟纹盾牌修复竟需18点，比灵语术高了3倍，定是捡漏了极品。但我此刻面临汪九的威胁，急需变强。我没有犹豫，目光落在剑诀上，修复。片刻后，面板闪动，庚金剑诀已修复，等阶中品精细法术。介绍：释放灵力剑气，10丈外可隔空杀敌。太好了，终于拥有了强大的杀伐之术。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远哥在家吗？一个娇媚的声音传来，让人心神荡漾。我警惕地开门，正是身穿青色仙裙的女修孙俪，她眼神中透着几分魅力。孙道友，所谓何事？远哥，你真厉害，昨天看到你田里的灵植都成熟了，能不能便宜卖我一些？孙俪用轻佻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他和汪九不清不楚，不想多谈，6株仙灵草送你吧。我简单应付道。远哥，我看到你今天去方氏售卖了上百株灵植，真是天才。孙俪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竟然跟踪我？我冷冷地问道。远哥，我是爱慕你，不是跟踪。他抬眼看着我，笑得有些挑逗。你是先天种田圣体，我只想服侍你。修仙界如此凶险，何不想想了一番？今天就算了，我有事要忙，改日再聊。我赶忙递出6株仙灵草送客。孙俪微微撅嘴，收下灵芝后才恋恋不舍地转身。远哥，你真是一块木头，太不解风情了。孙俪粉舌偷偷舔了下嘴唇，这才离去。走出大门，孙俪踏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她秀眉微皱，看着前方的2个方向，左边是去汪九爷宅院的必经之路，右边则是径直回自己的家。原本只是一名资质平平的灵芝师，如今却在短短10几日内生产出数百株成熟期仙灵草，必定身怀一个莫大机缘。即使他平日为人友善，还白送我一些灵植，可这乱世自己活下去才是重点，顾不得别人了。念及于此，孙俪压下内心的愧疚，脚步一踏，准备去向汪九爷告密。可几乎同一时间，一道庚金剑气从黑暗中猛然飞出，直穿他的脖颈。孙俪惨叫一声，瞬间倒地，鲜血四溅。我走出阴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尸体，确认四周无人后，低头开始清点他的储物袋。我已经给了他一个选择，可惜他选择了一条死路。片刻后，我调动灵力，按照方式流传的方法尝试开启储物袋。随着微弱的灵力引导进入袋中，金丝编织的袋口突然松动，迅速打开，里面是一个3尺见方的空间。我将所有
物品，一股脑倒在房间的木桌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回发财了。40多枚零食堆成一座小山，5张一阶下品灵符整齐排列，甚至还有1张一阶中品灵符，价值已相当于我1年辛苦种田的收入。但更令我惊喜的是，在储物袋中，我竟然还发现了一柄巴掌长的玉质小剑。简单一看，我便确认这是一柄法器飞剑。3个月前，我曾见过方氏一名剑修的佩剑，也是如此锋利。远远看去，双眼都被刺痛。我挥手将飞剑吸入掌心，手指轻试过剑锋，这是一柄真正的法器，方氏都少见。传闻只有炼气后期的大能才能拥有，不过我的修为还不到炼气2层，远不足以驾驭这柄飞剑。如果我能成为剑修，张口吐气，剑气纵横，斩妖伏魔。然而我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茫然与惊慌。我想到了汪九，我杀了孙离，虽没留下任何证据，但谁知道汪九是否会怀疑到我身上？毕竟我是孙离的邻居，也是最大嫌疑人之一。万一汪九不讲证据，直接对我下手，我又该如何自保？他修为雄浑，炼气6层，还拥有一件中品法器万寿塔，凭我一个散修，能安然无事吗？既然如此，我只能在东窗事发之前，把修复点数用到极致，尽快提升实力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能拼得你死我活。我眉头一展，眼中闪过一抹狠意。今天是青玉方氏的集市，也许我能捡到一些便宜的东西，甚至能找到残本的御剑术，驾驭孙离的飞剑。想着这些，我毫不犹豫地起身，朝方氏的主干道狂奔而去。瞧一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灵符，3个月精雕的灵符，灵敏灵骨，特优良品种，吆喝声不绝于耳。我一路走过，目光扫过摊位，最终停在一个衣衫破烂、披头散发的老头摊位前。摊位上还有几本被撕烂的秘籍。小友，你可是看中了什么？老人眼中突然闪过一丝亮光。这本是什么？我指着那本被撕残的秘籍问道。这是敛容术，嘿嘿，烂是烂了点，但也是少见的法术。要的话，1枚灵石就能给你。敛容术，我心中一喜，有了敛容术，我可以改头换面，安全兜售灵草。不过我嘴上却没表现出来，转身准备离开。1枚灵石，你怎么不去抢？小友且慢，想要的话，老夫可以便宜给你。老人急了，赶紧拉住了我。1枚碎灵石，并且连带着隔壁那本破烂玉剑术也给我，不二价。我淡淡说道，做事要走，卖。老夫对小友你有眼缘，拿去吧。1枚碎灵石，老人急忙点头。我从储物袋中取出1枚碎灵石，收起2本秘籍后，迅速消失在人群中，急匆匆地回到了住处。在昏暗的屋子里，我手捧着2本破烂秘籍，看向面板，当日剩余修复点数7，当前可修复法术残次的御剑术，可投入21修复点进行修复，当前可修复法术残次的敛容术，可投入6修复点进行修复。我竟然用了1枚灵晶就买到了这2本秘籍，修复之后就能够修炼。我深吸一口气，压制心中的震动。御剑术当前还修复不了，这一天只能够多出1点修复点数，起码也要半个月之后。不过这终究是御剑术，是上品法术，哪怕是庚金剑诀也没有它的品阶高。一般而言，炼气初期到中期之间都不会入手御剑术。很简单，并非无法炼成，而是没有飞剑。我杀死了孙离，得到1柄飞剑，又得到了御剑术，假以时日，有了修复点数就能御剑，这可是杀人越货、危险逃命的必备之术。尤其是其中的敛容术，自己并没有听说过，应该是偏门的法术，只需要6点修复点数也说明了，大概是下品的法术。敛容术对他颇为有用，能避免许多后患。毫不犹疑，当即就先修复了敛容术。修复中，片刻后，修改后的面板文字出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敛容术已修复，等阶下品水系法术。介绍：以血为容，改头换面，发乱气息，可以让人无法相认，还能够打乱气息，太好了，这绝对算是一个大惊喜。想我改头换面，打乱气息，再去买灵草幼苗，或者出手成熟的灵草，赚再多的灵石，陈掌柜也不知道是我了。哪怕东窗事发，不得已逃命，也能够改头换面。念及此处，我悬着的心可算是放下来了一半，剩下的只有拒绝的狂喜。忽然，棚子外又传出了偏门声，梁远顿时心里一跳，额头瞬间冷汗涔涔。莫不是那汪九这么快又找过来了？好在不是。远哥，开门，快点开门，是我啊，我丁伯啊。丁伯，不是汪九。我不由暗松了一口气，旋即眼中浮现就厌恶。丁伯这家伙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毒狗，烂人，想必又是来借灵石的。敲门声不绝于耳，皆是修士，气息还在，也瞒不住人。我只能不情不愿地开门。吱呀一声，门外一个头发蓬乱，衣服上还沾着杂草，浑身散发恶臭，头发上都油腻的高高瘦瘦的青年窜了进来。我可说好了，我刚交了租，身上是1块灵石也没有了。再者说，你上次欠我3枚灵石还没还我呢，我没有好脸色，两手一摊，没钱。远哥，你一定要借我灵石，我发誓，我再也不碰生仙丹，我也不赌了。我已经1个月没有果腹，看在我们曾经都是在灵米铺共事的份上，你最困难的时候我请你吃过东西的份上，你一定要借我灵石啊！我也不要多，3块，就3块灵石。丁伯眼睛布满血丝，耸着眼皮，似乎许久都没有合眼，还浑身发抖着，双手抱肩，嘴唇发白的模样，显然是生仙丹吃多了。生仙丹只是1阶下品的丹药，1枚灵石能够买10枚，不算太贵，但是成瘾，这种丧尽天良丹药，灵米铺就有的卖。诚然，梁远当初在灵米铺做过小工，就是当时认识的丁伯，底层免不了学坏。灵米铺里的小工不仅剧赌，还卖生仙丹，丁伯也就是那时候染上的赌博和生仙丹。我只说一遍，我没钱，我还有事你请回吧。梁远冷冷地说道。赌狗，生仙狗，丁伯全占了。这样的人渣说的话，梁远是一个字也不敢相信，当即把他推搡出去。啪嗒一声关紧了门，丁伯还在门外苦苦哀求，旋即又语气一变，痛骂梁远不通人情，却也没完。梁远，你真不是东西，我找灵米铺的杨哥来评评理。许是骂累了，丁伯就写这么一句才走。杨哥，张扬，碧秋之河，也不是好东西。梁远摸了摸额头，颇为头疼，旋即抬头，眼神愈加的坚定，决心一定要趁早摆脱这样的底层烂事。
转眼过了大半个月，距离汪九来收租已经不足10日的时间。万法阁陈掌柜的金丝楠木柜台上，今日多出来了一个陌生的身影，身穿黑衣，头戴斗笠，斗笠压得很低很低，正是修炼了脸容术，改头换面后的梁远。将这段时间的低阶灵植处理一下，有了灵羽术后，他栽种的灵植产量到达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一甩手就是1000株的成熟期的咸灵草。万法阁的客人很多，不仅仅是梁远自己，这一出手顿时引起了许多惊讶的目光。这陈掌柜一如既往的身穿黑袍，童颜鹤发，安坐在柜台之后，见状也瞬间就坐不住了，顿时笑容满面。客官，你这些都是要出手吗？给我换成灵石吧。好嘞，客官请收好，欢迎下次再来光顾。梁远听着柜台上哗啦啦的声音，都是一枚枚灵石，一挥手都收进了储物袋。看着袋子里足足300多枚的灵石，心里震荡，无边的惊喜涌上心头。有了这些灵石，他也可以摆脱坊市外围的棚子，摆脱丁伯等人。一抬头看到许多客人盯着自己，目光毫不闪躲，似乎要将自己的容貌深刻在脑子里。梁远挑眉，财不外露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好在修炼了脸容术，一转头走出了万法阁，果然身后有不止一道身影跟着出来。梁远脚步一错，消失在转角，这几道身影疯了似的追来，到处张望却见不着梁远的身影。殊不知梁远已经恢复原本模样，快速回到了家里，关上大门，咧嘴一笑。有了这些灵石，他当即就能够从外围棚子搬走，住进去坊市里头。距离汪九再次前来收租已经没有多少天了。梁远想起汪九，心里莫名压迫。这汪九除了让孙离肉偿，偶尔也会前来鱼水之欢，自己也算是幸运。这么多天过去，汪九也没有来找孙离，恐怕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倘若被发现，失去这么个肉偿的租客，他一定要发火，不管有没有怀疑自己，也会把火撒到自己头上。对了，20天过去，时间够了。梁远炫即想到什么，眼睛骤亮，当即一拍储物袋，那本竖着撕毁的破烂御剑术出现在了手中，捧在手里，熟悉的面板跳出来，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1，当前可修复法术残次的御剑术，可投入21修复点进行修复。梁远极度的狂喜，手都在颤抖，可算能够拥有御剑术了。没有犹豫，当即开始了修复。修复中，片刻后，面板上微微变换了一下，一行行文字显现而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0，御剑术已修复。等阶上品精细法术介绍。神念御剑，隔空控物，释放出一缕缕灵力纠缠飞剑，小成可御剑飞行，大成可在100丈之外隔空杀敌。太好了，我总算是能够修炼御剑术，拥有真正的杀法底牌了。梁远恨不得狂笑3声，御剑啊，这是多少底层散修的梦想。他的庚金剑诀已经是算是杀伐之术，但是最多也只能够10丈隔空杀敌，也只是以指尖并发剑气，也能够轻松杀死孙离。和御剑术的强大根本没法比，因为这是用飞剑杀敌。许久，梁远才平复心情，有了杀伐之术，也不算完全心安。别忘了，那汪九可是炼气中期，手中还有一座万寿塔法器。梁远手掌一翻，取出了一枚破损的法器归文盾牌。这修复需要18点，还不够修复点数。这是防御性的法器，要是把这个法器也修复了、炼化了，他的实力才算是全面。不管如何，也算是实力大涨了。梁远挤出一抹笑容，也不闲着，还要去灵田忙活，灌溉灵羽术。他虽然卖了1000株成熟期的咸灵草，但是灵田里却还种着，尽快收割，搬离坊市外围。很快，已经是清明时节，外面一如既往的细雨蒙蒙，踩在湿漉漉的泥土上，一来一回，梁远的衣服和头发仍然干爽，心想着过几天就能收割成熟的灵草，然后不再逗留外围。时间来到了最后几天，梁远已经入门了御剑术，也丝毫不敢松懈，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心情大好。可当他回到棚子里，远远就见到大门敞开着，里面有着几个熟悉的身影，顿时脸色一沉，加快脚步回来，怒喝道：丁伯，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竟然带着张扬闯进我家。清明时节，雨纷纷，空气中水分湿润，气温颇低。梁远此时心里却怒火中烧，烦躁至极，快步回到棚子前，目光一扫，锁头被扭断，扔在一旁。棚子里，邋遢的丁伯精神萎靡模样，半躺在梁远的木床上歇息。床边缘坐着另外一人，正是和丁伯一丘之貉的张扬。不同于丁伯生鲜丹吃多了的萎靡，张扬体型壮硕，眼中闪着精明的光，身穿青衫，意气风发。见到梁远回来后，拍了拍快要歇息睡着的丁伯，转头道：哟，远哥回来了。张扬此人不碰生仙丹，但是带着丁伯去碰去赌。梁远可是知道他并不简单，恐怕还在赌博中出千，不是善茬。即使如此，梁远也没有好脸色。远哥回来了，你这是去哪了？让我好等。丁伯揉了揉眼睛，站起来，换着笑脸上来要扒拉梁远的衣袖。梁远一甩手，心里万般厌恶，根本不用问也得知，丁伯此行是来找自己借灵石的。这般赌狗、生鲜狗根本就无药可救。梁远欲要发火，转念一想，把怒火收起，并非忍了，而是动了杀心。远哥，你这次可一定要借我灵石啊！此前你说刚交了租，所以没有灵石。你看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有几天就交租了，现在你一定有灵石。丁伯一脸渴望地说道：张扬，你呢？你来作甚？梁远冷声问道。呵呵，丁伯手气不好，输了些灵石给我，说你有呢，陪他来找你借点灵石周转周转。张扬声光尽亮，可没有丁伯那么狼狈，但是他眼神狡诈。梁远知道，一旦自己不借，他恐怕还要发难。这般夫骨之谊，纠缠不休，必须做个了断。这样吧，我灵草已经成熟，还没有收割，你们来帮忙收割，卖了灵石，借些给你们就是了。梁远低头沉吟片刻，说道，看似妥协，心里已经在冷笑。灵田好啊，管杀管埋，当真？哈哈，远哥，这可是你说的。走走，我们这就去帮忙收割。丁伯和张扬面面相觑，眼中都有惊喜。事实上，他们眼里的梁远一直为人老实，这般人最好欺负。一旦去了，见到灵草了，想反悔也没用。况且都是炼气2层，他们也不怕什么。一拍大腿，就催促着要出发。梁远没有多说，冷着脸走在前头，在催促声中来到了自己的10亩灵田这里。最后一批的咸灵草今日已经成熟，清明细雨湿润了土地，田埂、灵草散发着咸灵草成熟期特有的清香。当看到这最少也有100株的咸灵草，丁伯眼睛都瞪大了，张扬更是满脸笑意，一个劲的夸梁远讲义气。这么多成熟期的咸灵草，大概能够卖到30多枚灵石吧？哈哈，远哥，
儿，你这闷声不响的，竟然有这么大的收获，我也不要多，就25枚，你借我25枚零食，明天还你。丁博心里已经打算回去要买多少的生鲜丹了，剩下的零食还了欠张扬的，晚上好好的赌一把。张扬也是眯起眼睛，眼珠子急转，已经想好怎么从梁远身上得到更多的零食。哎，远哥，你这是什么？是飞剑不成？你这都学了御剑术了，厉害啊！这飞剑也值不少钱吧？啧，看来你最近真是赚大发了。两人各怀鬼胎，却从来没有想过梁远有威胁。只见梁远这次大方的一拍储物袋，手中一把指头大小的精致小剑取出来，掐着剑指，绕着指头飞着。诚然，他练好了御剑术，即使刚刚入门，也威力惊人。我特意给你们二位看看，这飞剑不错吧？梁远笑道。丁博眼中震动，十分吃惊，却问及了梁远的飞剑多少零食买的。只有张扬感到一丝寒意，就要转身想走，晚了。忽然，飞剑唰的一声飞来，张扬首当其冲，转过身去，露出的后脑勺一阵刺痛，啪嗒的一声，头颅被飞剑穿过，面朝下倒下，一击必杀。你怎么？丁博眼睛一瞪，瞬间清醒过来，通体冰凉，也想转头逃走，但他即使也是炼气2层，每天服用生鲜丹，身体要自己掏空，哪里能逃得过梁远的飞剑？是一道带血的小飞剑，赫然从他眉心钻进去。丁博精神萎靡耷拉着的眼皮可算是闭上，倒在了林田的田埂边，湿润的泥土飞溅，发出啪嗒的一声。梁远一抬剑指，飞剑飞回了手中，蹲下去，顺手从尸体衣服摸了摸飞剑的血迹，这才收回储物袋。望着眼前的2具尸体，梁远心里惊讶，第一次杀人，杀死孙离的时候身体还有不适，如今却只感到麻木，或者是因为这2个狗皮膏药般贪婪的赌狗生鲜狗，本来就该死吧，留着也是祸害不是，杀了他们简直是替天行道啊！事实上，第一次拒之门外的时候，梁远就动了杀心，已经给过丁博机会，还胆再找来，是丁博自寻死路，怪不得自己。梁远熟悉的摘下丁博的张扬的储物袋，其中打开丁博的储物袋一看，微微一脸的惊讶，旋即咒骂道：草了，这简直比我脸都还要干净！赌狗就是赌狗，不死也是浪费空气了。赌博害人，赌狗穷的超乎自己想象。梁远又打开张扬的储物袋，眼睛一亮，一个紫色的炉子，一根灰毛的笔，一根深红色的木头，零食甚至有100多枚。发了，这真是发财了！梁远一把拉拢储物袋口子，曾经在万法阁见到过类似的法器，认出炉子是炼丹炉，还有那根笔是制符的符笔，这根木头是用来打造傀儡的材料。所谓修仙百艺，这都是用来赚零食有关的法器，谈不上强大，却能够赚钱。制符、炼丹都是比栽种灵草更加赚钱的仙艺。梁远心里砰砰猛跳，连忙抑制激动的心情，尤其是除了这些，还有一张完整的灵符，拿起来好奇的看了看，皱纹有充沛的灵力游走，品阶不低。凭借在万法阁长的见识，这似乎是隐身符。隐身符，这是一阶上品的灵符吧？不错，赚大了。梁远看四下无人，把此地的灵草全部收割，把尸体埋进去灵田之内，第一时间离开现场。不对，回到棚子里，梁远刚关紧大门，忽然一个激灵，来回踱步沉思了起来。张扬此人原本和丁博一样，都是在灵里铺当小工的，自己一直认为他过于精明，不敢走得太近，还以为他仅仅是嗜赌，手脚不干净。如今想来，他恐怕没那么简单，否则他的储物袋不会这么富裕，很可能他和灵里铺掌柜有什么亲戚。一念至此，梁远眉头深皱，如此这般，不仅仅是要提防孙离的死被汪九知道，这张扬的死也要提防东窗事发，毕竟他生前来找自己，然后就死了，真要和灵里铺掌柜有关系，很可能猜到自己。梁远心里沉甸甸的，尤其是想到汪九那霸道蛮横的性子，一股强烈的危机涌上心头。或许哪怕只是从方室外围搬到方室里头去，也还是会被找到，毕竟还在这青玉方室之中。忽然他取出了张扬的储物袋，看着其中的符笔、丹炉，看来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赚取更多的灵食，才能够安心吧。栽种灵草需要周期，或许可以尝试制服或者炼丹，甚至是制作傀儡。转眼到了翌日，万法阁一道头戴斗笠的低调身影走了进来，柜台身后童颜鹤发的陈掌柜顿时眼睛一亮，笑脸相迎了过来，认出来了，这是此前到来出售了大批灵草的客人，正是梁远。再次施展了脸容术改头换面前来，此前所住的棚子乃至于此前所租的灵田都不能够再要了，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改头换面住进去方室内围去，途径而过，转头走进了万法阁。这位客官，稀客啊，您看您想要些什么？我看看。万法阁在青玉方室赫赫有名，平日里人流很大，此时就有许多散修进出。陈掌柜却特意招待梁远，是知道梁远不久前卖了灵草的储物袋里有不少的灵食。梁远没有理会笑容可掬的陈掌柜，反正这副容貌他也不认识，不必要和他客套。只可惜这脸容术要打乱气息，无法整天施展，每次只能施展3炷香的时间，否则当可高枕无忧了。掌柜的，你把那张灵符卖我。梁远抬眼扫过，看了许久，看中了一张灵符，此灵符没有灵力，缺了一角，上面还写着密密麻麻的手记心得，显然这是样符。所谓的样符是用来学习制度的。梁远又看了看，买了些制服所需要的朱砂等材料。客官，你确定这灵符是一阶下品的清心符，修炼静心所用，但是非常稀少，还算值钱，很多时候都没有货。这唯一的样符虽然残缺，却也要卖1枚灵食。客官你可别反悔啊！万法阁终究是开门做生意，根本不怕梁远吃亏，只怕他不买。只是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免得客人买了回去却又找回来。我知道。梁远点头，斗笠的阴影之下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心里却在暗喜，样符可都不便宜，别的样符哪怕都是一阶下品的，大多都20枚灵食起价，毕竟制服是最赚钱的仙艺之一，样符可是饭碗，岂会便宜？能够找到一个市面上稀缺的灵符去学习，并且还只需要1枚灵食，对自己来说必定是赚了，毕竟他有修复点数。哈哈，好，客官请收好。陈掌柜没有多说，巴不得卖出去，回头却暗喜摇头，心想道：
这客人真是贪便宜，殊不知便宜没好货，这样服残缺化不成，还不是要再来买？不过他愿意给零食就行，老夫可没空理他。转头，梁远已经买好所需，走出万法阁，快步离开。一个转角处，脸榕树的石效过去，恢复了原本模型，踩在清明时节湿漉漉的主干道上，直奔方室里头的一座大门敞开的阁楼。抬头一看，上面牌匾写着万仙楼3个大字，此楼等同于凡俗的客栈酒楼，也就是方室外围的散修挤破头也想住进来的方室内围，可算是到了今日，可算是摆脱了方室的棚子，也和底层的日子撇开了关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步。梁远深吸一口气，心里有着复杂的激荡，踏入进去了万仙楼，踩在厚重的地板，映入眼帘的玄关，绕过了玄关，才见到前方竟然是幽深的院子，里头有假山流水小桥，过桥后才看到阁楼如同亭子般的柜台，后头坐着一个风韵犹存的面纱妇人。梁远心里一跳，见到妇人的同时，闻到了一股特殊的体香味，想必这位就是传言里的万仙楼女掌柜了。客官可是要住房？女掌柜扫了一眼梁远的修为，略微意外，却也没有小觑，能来到这里的，想必是有零食。我要一间房子，不知道需要多少零食？1个月3枚零食呢？万仙楼女掌柜眨了眨眼睛，看到梁远目光一直盯着自己看，顿时咯咯直笑，站起身走来。只见她身穿玄色长裙，脸型颇圆，肤白貌美，妇人年龄的风韵魅力十足，颇为妖娆的扭动胯部，笑道：“小友，你看什么呢？没什么。”梁远咳了咳一开目光，早就听说过青玉方氏的万仙楼女掌柜风韵犹存，说到底自己还是年轻，气血方刚。面对这般妇人，忍禁不住心跳加速，脸颊通红，稳了稳心神，心想一介妇人能够当上万仙楼掌柜，岂会简单？一路走来，不知道付出多少，想必和孙离一样，也有过肉偿的经历。毕竟修仙现实，没有本领的时候，需要无所不用其极，才能生存下来。并且万仙楼女掌柜的面纱之下，似乎有伤势，近乎于毁容，面纱都无法掩饰，这估计也是代价。想到此，这才平复心跳。梁远一副认真神情模样的说道：“我只是见到掌柜的面纱之下似有伤势，不久我曾经机缘巧合见到过医治此伤势的医术。”梁远口中振振有词，其实哪里见过什么医术，不过是他的修复点数，能够修复一切，其中包括了伤势，却没有明说他有办法。许多事情需要徐徐图之，当真。万仙楼女掌柜闻言，顿时心头巨震。她毕竟是女的，哪怕半老徐娘，对于面容也颇为在意。她这可不是寻常的伤势，而是一种毒，哪怕她有足够的灵石家底，也找不到医治的方法。此伤势跟随她多年，有朝一日听闻有人能治，说不激动是假的。顿时神情认真起来，这是真的，我回头去找找看能否找到此医术。当下还请掌柜的给我一间房子。好，小友你先住下。万仙楼女掌柜回过神来，惭愧笑道：“是我失态了，小友，奴家名叫楚三娘，你要是不嫌弃，称奴家一声姐姐也可以。姐姐可等你好消息，只要能够治好奴家的脸，奴家什么都满足你。”女掌柜的眼神仿若丝线，让梁远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暗道这谁受得了？误会了，我要是能找到此医术，可不敢提什么要求。还请楚掌柜姐姐给我带路。哥哥你还挺懂人情世故，你放心，姐姐不会亏待你。走，随姐姐来吧。梁远跟在其身后，看着女掌柜扭动的背后，深深的咽了咽口水，心里有着自己的打算。修仙凶险，可不仅仅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关键时候这份人情可是能救命。当然，如今他还没有把话说得太死，没有明确告诉他自己真能治好他的脸伤。他如今也不太相信一个炼气2层的散修还有这本事，心里还想着臭男人的话可不能信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姑且是信了，也好给自己留个念想。旋即，梁远可算是摆脱了棚子，住进了方氏万仙楼，却也没有闲着，当即又出门，在万仙楼外见四下无人，身形一晃，施展了脸榕术，前往寻找丹方。他在张扬的储物袋里得到了一个丹炉，看看能不能捡漏得到丹方。说到底，他仍然还在方氏，即使从外围棚子搬了进来，还是会被汪九找到。或许只有真正的摆脱散修的身份，有了背景，有了宗门，才能够心安。加入宗门可不简单，即使有了修复点数，也需要准备好一段时间，炼丹、制符都有所精通，才有机会通过考核吧。梁远改头换面，压低斗笠，眼中有着渴望，对于将来的渴望。如今的青玉坊是对他来说越来越危险，唯有不断的往上爬，爬得足够高，足够远，才能睡个安稳觉。浓雾弥漫，空气湿润，青玉坊是来到了傍晚，主干道上行人不减，有乘着仙鹤飞来，有骑着猛虎徒步，穿着各异车水马龙。在主干道两旁，许多诸多的阁楼，散修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梁远戴着斗笠，让人注意不得，奈何脸榕术过了时效，也没能找到丹方，容貌恢复，看了看天色，快步回去万仙楼。大门前，大步跨进，一个转身，赫然与人迎面相碰。梁远一声惊讶的呼喊，梁远眉头深皱，暗道不妙，认出这把声音，想要装作没听到，继续走过万仙楼的玄关，却又被追来。怎么，远哥如今发了财，不在外围棚子待着，住进了万仙楼，就不认得故人了？陈阳，我有事，匆匆回来，没有注意。梁远不情不愿的回头，挤出一抹笑容。此人面相姣好，手中捧着纸钱，身穿一袭白衣，两鬓飘飘，一副富家公子模样。梁远心里却泛起了恶心。身为当初在方氏外围摸爬打滚的底层，也曾经在灵里铺扛米，对于此陈阳的底细再清楚不过。修仙艰难，散修更难，为了更进一步，为了赚取灵石，皆是不择手段。这位陈阳仗着长相姣好，抛下的尊严，成为了一名牛郎。是的，牛郎，如同孙离肉偿租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出卖肉体，都是为了生存。方氏底层散修这类人有许多，梁远甚至还认识一对夫妇，丈夫当拉皮条的，让妻子去方氏扮演门接客。梁远遇到这般人，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当初在灵米铺相识，就与他拉远了距离。虽然说人各有志，自己没有说过他什么不是，也只是听到别人的诟病。总之，自己也不会和他走到一起就是了。我还有事，走了。梁远一刻也不想多待。
呵呵，远哥，你还真是大忙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丁伯和张扬已经死了，命魂灯都灭了，还有你原本的邻居孙离，尸体也被找到。你说此事与你有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对我此人有看法，殊不知我也是为了生存，修仙凶险，可不是打打杀杀，需要人情世故，你说呢？陈阳不紧不慢地说道，手中折扇一抖，哗然打开，其中赫然写着人情二字。梁远闻言，心里狠狠一颤，听出来了，这陈阳知道许多，丁伯孙离的死也终于是东窗事发，还被陈阳联想到了一起，有意无意之间，似乎在敲打他。这陈阳想要做甚，以此要挟我？一念至此，梁远心里火大，更多的是危机，排山倒海而来的危机。人情，梁远没有转头，不由得眯起了眼睛，眼中杀机隐现，动了杀心。旋即，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小友，你可算回来了，不如来陪姐姐坐坐。正是万仙楼女掌柜楚三娘缓步出门，笑面如花地说道：“不了，我先回去。”梁远没有多说，当即离开。陈阳一愣，见到梁远和楚三娘似乎关系不简单，也顿时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开口，连忙出门去。只是出门之后，眼珠子一转，却打起了主意。怎么撞到了陈阳？他知道我底细，他还知道我和丁伯他们的关系，恐怕已经猜到是我下的杀手，所以刚才才会说那些话来敲打我。汪九一定在找我。张扬如果是灵米铺掌柜的亲戚，这灵米铺恐怕也要找我。陈阳如果回去与他们说起，梁远啪嗒的一声回去关紧房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想不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陈阳这该死的牛郎，恐怕还不会轻易的告诉别人他在万仙楼见过我。没错，他敲打我，一定想要打我主意，比如以此要挟我。既然如此，我还有时间做些什么？梁远念及此处，心里才安定许多。大不了真要是找来，施展脸容术还能够逃离此地，女掌柜的伤势自己也能够修复，就在此地还能够取得他的人情，或许情况还没有那么坏。梁远认真的想了想，思路可算清晰，却也不是万全之策。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我需要丹方，我要炼丹。对了，我有了样符，我可以制服，我还有一根傀儡木，我能够学着炼制傀儡，这些都是赚取大额灵石的先意，我还有机会，只是欠缺一些时间。诚然，梁远的修复点数每天才会增加一点，因此急不得，但是距离上次修复御剑术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是时候可以再次恢复了。梁远翻出了清心符的样符，以及已经准备好的朱砂、符笔等等制符的材料，深呼吸，稳住心神，坐在桌子身，手捧着残缺的样符，眼中赫然出现了面板。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当前可修复法术破损的清心符样符，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只需要3点。梁远没有犹豫，直接开始了修复。修复中，片刻后，面板上微微变换了一下，一行行文字显现而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5，清心符的样符已修复，等阶一阶下品水系灵符，介绍：心如止水，神游灵域，气定神闲。清心符辅助修炼能够事半功倍。修复好了，有了这张样符，我当即就能够制服，并且我画的灵符将没有失败率，因为我哪怕制服失败也能够修复，因此也就没有材料亏损一说。梁远捧着修复完整的清心符，能够看到一条富裕的前景道路，当即就用准备好的材料画了3张清心符试试手感。不多时，梁远愕然，心里感叹不愧是最赚钱的仙艺之一，果真很难。3张灵符都以失败告终，听闻制服炼丹都颇为烧钱，根本就是用灵石堆起来的经验，别无他法。梁远只好修复，竟然只需要1点就能够把废弃的灵符修复好，并且品阶颇高，这让梁远心里得到了安慰。先去出售了灵符，再去寻找丹方。梁远心里有些急切，一刻也不想要耽误，当即就又是出门去。万法阁，陈掌柜双手撑着金丝楠木的柜台，台上赫然摆着3张一阶下品清心符，神情颇为精彩。一抬眼，熟悉的斗笠黑衣身影收起灵石，走出了阁楼。不对，十分不对劲，我记得卖给他的样符是残缺的，这清心符的画制手艺在这一带也近乎于失传了，他是怎么画成的？陈掌柜惊讶地拿起灵符，左看右看，心里惊讶无比。正是梁远施展脸容术，出手了清心符，拍了拍储物袋，袋子中多出来45枚的灵石，心里颇为宽慰。灵符的成品也有质量之分，他用修复点数修复好的灵符，品阶自然是顶级，因此一共15枚灵石，这才多久就赚了45枚的灵符。栽种咸灵草10亩地，哪怕收成不错，一个周期也只是100株咸灵草，价值30枚灵石左右。制服果然收成更高，当然这也是对他而言，毕竟他没有炼制失败一说，但是这点收获对他当下的处境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脸容术很快便失效，梁远心里危急，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一家丹药的阁楼铺子，药王阁。抬眼一看，阁楼牌匾的3个大字让梁远心头一震，眼中流露出向往，只因为这是赫赫有名的6大宗门之一，药王谷在青玉方氏的门面，宗门无论何时也是方氏散修的向往之地。梁远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大宗门的弟子。看看去，梁远走进来装潢古色古香的药王阁，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丹药的清香，心头一震，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目光扫过，檀木货架上、柜台上摆满了丹药、丹方，梁远看得无比仔细，他愈发的急切，愈发的想要提升实力。灵符一道，除了赚钱，也是想要提升实力以备不时之需。丹药一道，亦是如此，这可是提升修为的好东西。汪九炼气中期，梁远甚至都还只是炼气2层，倘若学会了炼丹，有了丹药加持，才能修为猛飞突进，才有和汪九抗衡的底气。来者是客，看看吧。柜台后面盘坐着一名鹤发老人，身穿宗门的青衫，看似仙气飘飘，暗叹不愧是宗门的阁楼铺子，这漫不经心的态度就不同寻常。好，梁远点头，继续在货架寻觅着，看到了许多丹方，明码标价，只不过大多都不是他如
金能够买得起的，所需要很多灵石。他顿时驻足不前，停留在了一个单方的描述，需要的灵石竟然只有3枚。找到了，梁远心里惊喜道，抬眼看去，这货架上的单方自然是缺少了一半，似乎被撕毁过。他寻找的也正是破损废弃的单方，此废弃缺失的单方价值3枚灵石。好，我再找找炼丹的材料。这药王阁的掌柜没有方氏其他掌柜的气质，毕竟是宗门的人，地位高松，不可能用笑颜去接待炼气2层的散修。仅仅是抬眼，就不再理会梁远。梁远付了灵石，收起这个名叫淬体丹的废弃单方，以及一些炼制丹药的材料，就转身就走。他有自知之明，如今的他终究还是底层，或许比外围底层散修好一点点，修为终究太低，还没有资格让宗门的修士正要多看一眼，也不气馁。有朝一日渡过难关后，相信有那么一天的。丹方有了，丹方有了，丹炉有了一些炼丹材料，我也能够炼丹了。梁远心里激荡，暗自雀跃。然而再回到万仙楼的门前，在对面的面铺里，赫然有人喊住自己：远哥，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不知可否赏脸？前来一句熟悉的声音，让梁远脸色一沉，顿住了脚步，转头看去，可不就是牛郎陈阳坐在面铺的棚子下，举着茶杯对着自己举了举，看他模样，显然再次等待多时了。梁远心里极其不情愿，想到这陈阳终究拿捏自己的行踪是个不确定因素，正好已经动了杀心，那就会一会他吧。于是转头走了过去，远哥，了得，你可真是了得，我许久没有与你们这些故友联系，许久不见，想不到当初不起眼的你，兢兢业业的你，竟然也能住进去万仙楼，并且和女掌柜相熟。陈阳起身走来，一副熟络模样，想要搭着梁远的肩膀，梁远连忙厌恶的躲开。陈阳，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没事我可回去了。还真有一事。陈阳知道梁远抗拒他，许多人也无法接受他牛郎的谋生修仙路，却也见怪不怪。修仙赚取灵石吗？不寒碜。他压低声音说道：远哥，我见你认得万仙楼掌柜，你也知道兄弟我是干啥的，你的事情我可以只字不提，但是你得帮我牵线，介绍我给万仙楼掌柜认识，你看如何？言下之意就是想要攀上女掌柜，当其牛郎。梁远如果不同意，恐怕会将梁远的行踪说出。梁远心里门清，暗骂不已，他娘的，这牛郎是盯上了别人楚三娘，别人的脸都还没治好，面纱之下近乎迂回，这都不介怀，真他娘的牛，不愧是牛郎。听闻这方氏的牛郎灵石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一些女修士还会将狗链子套在其脖子上牵着走，百般凌辱也能隐忍，让人不齿。梁远心里痛骂牛郎，如果真帮他，自己岂不是成了拉皮条的了？却也没有急着拒绝，我考虑一下吧，没什么事，我回去了。梁远含糊不清地说道。远哥，你还要考虑？陈阳眼中不悦，以笑容掩盖说道。哎，终究是故友，既然相逢，我得请客，就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铺子，你看如何？否则我恐怕要去灵米铺一趟了，最近想要买些灵米。好，梁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那么说定了，今晚我们不见不散。陈阳这才笑着不再纠缠，一转头，眼中闪过冷笑。梁远没有多说，进入了万仙楼，心里却也门清，以往在灵米铺当小工的时候，吃喝都成问题，经常去的地方就在外围，相约房事外围，还是晚上，居心不良。既然如此，那就将计就计，成全他吧。月黑风高夜，方氏的外围，这里坐落着一处处的棚子，住着诸多的底层散修，烛光摇曳，一缕缕光芒点缀窗外的杂草，有风吹过，吹来几分尿骚味。诚然，哪怕是散修，也有3级，且就近解决。棚子最外头，这里有一处饭店人家，门前白布飘荡，书写9字，说明此地有饭吃，有酒饮。陈阳此时就在壁楼前，棚子下，看似一人，实则眼神瞥向的方向还有几人同伙。低头间，心里暗笑：梁远啊，梁远，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想必那孙离和张扬、丁伯就是死在你的手里，一定是杀人夺宝，有了灵石才能住进去万仙楼，杀了你，我也心安理得。很快，他微微皱眉，安插在附近草丛中的几道身影忽然就没有了动静，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忽然引起他的警觉，猛然站起身来，四处望去，却看不到人影，额头冷汗滑下，心里涌现一个可怕的可能：隐身符。是的，梁远杀死张扬，从其储物袋里得到了伏笔丹炉，除此之外还有一张隐身符，此符珍贵，值不少灵石，为了杀人灭口，也顾不上灵石了。此刻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噗嗤，神不知鬼不觉的一把飞剑赫然闪过，夜色浓郁，万般寂静。陈阳的头颅滚落在方氏湿润淤泥里的声音尤为的刺耳，由始至终，杀人者都没有现身，飞剑出没又被收起，留下陈阳冰冷的尸体。仔细一看，他的储物袋已经不翼而飞，远处一道身影赫然出现夜幕里，压了压斗力，快步回去方氏内围，正是梁远，以隐身符杀死了陈阳。不过是你想杀我，我要灭口，你知道的太多了。梁远心中暗道，这牛郎心底肮脏，知道自己的底细，猜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还想以此要挟自己过来，死有余辜。修仙本就残酷，到此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梁远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身形一闪，消失夜幕，快步回到了万仙楼，回到古色古香的房子里，赶紧发门，这才松了一口气。哗啦，一共4个储物袋，诚然，除了陈阳之外，还有他找的帮手，一共3人埋伏在草丛里，都提前被梁远解决，他们的储物袋自然都落到了梁远的手中。灵石358枚，尤其是陈阳一人独占310枚。梁远撇嘴，听闻牛郎挺赚钱，如今看来，起码陈阳不咋地。不过，相比于寻常的外围棚子散修，也算富裕就是了。如今都落到了梁远的口袋，只不过对于如今的梁远来说，这点灵石显然不算什么。忽然惊讶，从陈阳的储物袋里看到了一干修仙材料，翻找起来，发现了一本秘籍《洞玄经双修的破损功法》。这不愧是牛郎，寻常人都关着灯，牛郎玩得这么花，双修功法都背着。梁远好奇地捧着翻看，虽然残缺，但是其中有插图，堪比春宫图，不禁脸红，并且还是竖着被撕了半本，破得不成样子。即使如此，对于一个牛郎来说，这也算是宝贝。很有可能，陈阳是先得到这本洞玄经双修功法，才选择成为一名牛郎的。与此同时，捧起这本功法秘籍的同时，面板也跳了出来，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当前可修复秘籍残次的洞玄经。
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梁元想了想，或许有朝一日自己也用得上，毕竟听说双修提升修为迅速，于是选择了修复。修复中，片刻后，面板变换，一行行文字显现而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洞玄经已修复，等阶中品秘籍。介绍：以气引动经络，交融2极之力，使修炼者体内的神魂能量相互呼应，从而达成2极共济、相互增益的效果，助力修炼者提升修为境界。我为什么要修复这功法来着？梁元脸色一红，旋即一本正经地收起修复好的功法，长叹一口气，说到底还是出境愈发危机，他也是心里急切，不愿意错过任何提升实力的机会与手段，只希望这修复点数别浪费了。洞玄经能够给自己带来惊喜，剩下的3点修复点也顺手修复了淬体丹的丹方。转眼翌日，清明刚过不久，细雨绵绵不断，整个青玉房室都笼罩在一片浓郁里。梁元早早起床，神经紧绷，根本睡不着，一早就出门，却没有出去万仙楼。静雅的万仙楼环境优美，小桥流水，对面就有塔状的炼丹房，给客人炼丹所用，只不过丹炉需要自带就是了。梁远具备了丹方、材料、丹炉，前往尝试看看能否成丹。来到此地，其中一座炼丹房吱呀一声，门打开，顿时香气扑鼻，一道熟悉的少妇身影映入眼帘。掌柜，姐姐。梁远意外，想想又恍然，毕竟他也是修士，并且还脸上有伤，苦言炼丹之道，想要治好脸上的伤势，也是合情合理。哥哥，小友这般早就起床来炼丹吗？我来看看，姐姐丹药成了。哎，今日又浪费了一炉的材料，只炼出来3枚废丹呢。女掌柜楚三娘口中说是浪费，却也毫不心疼，抬头望来，看到梁远的目光炯炯，又笑得花枝招展，说道：小友，你这是看哪里呢？奴家的手还是奴家的足呢？没有。梁远脸色一红，在这风韵犹存的女掌柜面前，他显得如此轻质，清了清嗓子，这才解释说道：其实我是看到姐姐你手中的废丹，不知道你能不能卖给我，我有需要。梁远眉头一挑，是的，他忽然意识到，这废丹对他人来说或许一文不值，对自己而言却是好东西。此前就是被楚三娘手掌打开，显露出来的3枚废丹给吸引住了目光。当然，不可否认楚三娘的手也很诱人，若不是面纱之下的面部毁伤，女掌柜楚三娘这婀娜多姿的身段，肤白貌美的模样，还是称得上美人的。妇人的年纪反而风韵犹存，增添了几分不一样的风味，这一点寻常的年轻女子也没有。楚三娘看着梁远脸颊通红，更是起了挑逗的心，笑得花枝招展，胸前一颤一颤的，吐气如兰，吹在梁远的脸上，让梁远浑身一颤，不敢直视。你想要啊，拿去便是。姐姐这本来就是增气丹的废丹，这一番话还有更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她如今的处境堪忧，真要在这期间被汪九给找到，看在这份诺言的份上，相信楚三娘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说真的，你能治好奴家的伤势？楚三娘原本在挑逗梁远，此前梁远所说见过此医术，她并没有完全相信，只相信男人的话能信，母猪都能上树。如今梁远言之凿凿的说要治好她，饶是她经历丰富，却也芳心大颤。你要是治好奴家的脸，奴家一定给你补偿。这次楚三娘竟然脸颊通红，红到了耳后根，眼中有着2滩春水。我半个月后再来寻姐姐。梁远不敢再逗留了，这女掌柜身上的香味总让自己想入非非。转头回去自家房里，还要5心朝天，许久才稳住心神，翻手之间取出了洞玄经，有事没事翻看一下，或许真用得着。呼，长出一口气，无论如何也算是和楚三娘拉上人情关系，心里的急迫有所缓解。是了，增气丹。梁远摊开手掌，正是楚三娘给自己的废丹，虽然是废丹，也是一阶上品丹药的材料，散发着浓郁的灵草味道。面板跳了出来，只不过现如今他的修复点数还没有呢，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日。如此这般，在万仙楼深居简出，半个月过去之后，再次取出了废丹。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增气丹3枚。可投入6修复点进行修复，1枚废丹需要2点。梁远没有过多考虑，早已经等待多时了。修复中没过多久，梁远只觉得掌心一热，3颗废丹顿时变得通体晶莹，其内更是流光四溢。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增气丹已修复，等阶1阶上品，品质无瑕。介绍：由灵植精华凝练而成，拥有补气、冲击炼气初期境界的功效。由于品质极高，所以初次服用后能增加3年寿命，无瑕品质。真的假的？看着眼前这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梁远心里一震，惊喜万分。丹药的品级最低是废丹，最高就是无瑕了，这点常识自己是知道的。无瑕的丹药，初次服用甚至还能够增加寿命。梁远压制住心里的激动，因为他心心念念的突破就要来了。修仙一途，急躁不得，想要突破可不容易，哪怕是炼气初期，也需要许多天材地宝丹药。因此，没有灵石，没有丹药，恐怕一辈子到头也还是炼气初期。所以，大多方是外围的底层散修，不惜抛弃尊严，不惜一切代价，也只为了赚取灵石。这是因为修仙寻道所需要的代价很大，得到的代价也更大，一切都值得。然而梁远却仅仅是用几点修复点数就得到了3枚增气丹，毫不犹豫吞服了1枚。5心朝天，运气炼化，丹田中灵气沸腾，1枚丹药蕴含的灵力超出他的想象。随着嘴巴微张，丹田啵的一声，赫然突破到了炼气3层。猛然睁眼，一股充沛的灵力游走在体内，浑身舒爽无比。还有2枚丹药，想了想，梁远没有再次服用，欲要稳固后再次用来冲击突破。如此这般，想必不用多久，他能够突破3个层次，一举真至炼气5层。届时再遇到汪九，便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太好了，哈哈，可算是突破了，并且稳固修为后，还有丹药继续突破。梁远激动至极，脸都涨红了。这哪里是3枚废丹，简直是3层境界，不由想到了楚三娘。梁远是打心底感激。算了算时间，半个月了，也是时候赴约了。当即起身，欲要出门去，先填饱肚子回来，就找楚三娘。诚然，修仙也会饿肚子，尤其是对于一个刚刚突破的炼气初期来说，青玉坊市主干道上可算不再湿润，一大早的就有许多散修来往。梁远也在其中找到了一家面馆，大快朵颐了起来，脸容是无法支撑。
程太久，只能以真容示人，怕被汪九找到，不容久留，迟早就买单回去。回去途中，微微侧目，旁边阁楼扮演着门，这还真就是扮演门，也就是方士之中的妓院，里头的都是些出卖肉身赚取零食的女散秀。梁远心里激荡，许是接触了楚三娘，心里有一股莫名的火苗。然而就在他驻足片刻，扮演门中的一名女散秀在门边缘探出脑袋，和梁远四目相对，赫然认出来了梁远，微微惊讶，旋即狐媚一笑道：“哟，远哥，竟然是你，进来玩会吧。”梁远心底一沉，扭头就要走。这名女散秀并不是别人，正是此前见到陈阳的时候所联想到的另外一名在扮演门出卖肉体换取零食的。和她一起的必定还有她的丈夫。果不其然，在扮演门的旁边，另外一名身材魁梧的散秀滚圆的眼神锁定了梁远，也认出了梁远，在身后呼喊。梁远加快了脚步。这夫妇散修和自己的关系还不一般，当初自己能够踏入修仙，还是因为他们夫妇回乡。没错，梁远和他们其实是同乡，说到底也算是引路人了吧。其丈夫名叫梁从南，妻子名叫宁宣娇。当初夫妇二人回乡，梁远还只是乡下的一名寻常农家少年，却因为两人回乡和梁远家走得近，梁远又对修仙向往，偷偷跟着他们远行。半途被发现后，干脆跟着梁远来到了方氏。也是到了方氏，梁远才得知他们夫妇二人干的是什么勾当。我呸！不要脸的东西！亏我在村子里还这么追捧仰慕他们，跟着他们来修仙，结果竟然在半野门卖的，这都什么人？梁远对他们夫妇二人是打心底里的厌恶，尤其是梁从南和自己同乡同姓，玷污了良心，亲自把妻子送到半野门，自己则每天在半野门的附近充当拉皮条的。他如何能够忍受自己的妻子每天在半野门接客？他还笑呵呵的招待客人，这可比孙离肉偿租金还要狠，还要践踏尊严。不，这般人又怎么可能还有尊严？修仙底层生存艰难，说不准哪天就死了，也还要挤破头往上爬，不惜一切代价。这般修仙真的能走下去吗？值得吗？梁远阴沉着脸，身影一错，就消失在了半野门的门前人流里头，叫那梁从南和宁宣娇夫妇二人找不到。别说自己如今危机四伏，心里迫切，哪怕换作杀死孙离之前，见到这夫妇也是绕路走。远哥，你别走啊，同乡一场，进去玩玩吧，给你打个半折。身后还传来梁从南的呼喊，梁远心里泛起了阵阵恶心，这是想要他进去半野门光顾他的妻子呢。梁远阴沉着脸，快速回到了万仙楼，走过玄关，前方熟悉的静雅环境里，假山流水哗然，流水对面亭子里坐着女掌柜楚三娘的身影，甩了甩脑袋，把此前所见所闻的琐事抛于脑后，定了定神，抬步上前。梁远神色认真，心里有几分紧张。半个月已过，修复点数足够，是时候尝试治好楚三娘脸上的伤势了。楚三娘身为万仙楼的女掌柜，修为实力不是自己一阶炼气初期能够揣测的，有了这份人情，已经才算真正的心安，才不怕那汪九寻到自己。哪怕张扬是灵米铺掌柜的亲儿子，要拿他试问，也要掂量掂量。总而言之，这份人情对自己太重要，太关键，不容有失。小友你来了，来来，坐姐姐旁边这里。楚三娘见到梁远走来，心里也扑通乱跳，倒不是少女思春，而是关乎脸上的伤，关乎能否脱下面纱以真面目示人。说不紧张是假的，即使心里有一把理智的声音告诉自己，对方在自己的眼里只是个半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有本事治好就连他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的伤势？心里却还有一丝丝的渴望。女人哪怕如此年纪，也无法忽略容貌。呼，梁远走上前，闻到了楚三娘吐出的香风，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看着楚三娘拍了拍亭子石凳旁边示意，梁远硬着头皮坐了过去，正欲开口，楚三娘却抢先打断，说道：“小友，我便叫你弟弟吧。”行，梁远说道。奴家一人走到今日，成为这万仙楼的掌柜，经历了多少，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呢。不过有一点，我能够肯定，奴家这些年来都还是处子之身呢。楚三娘的臀部很宽，腰很细，占了两个人的位置，有意无意的接触到了梁远。说到此处，他眼神如丝，含水默默的转头看着梁远，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致。梁远呼吸都急促了，小声说道：“不是，姐姐，你说这些作甚？哥哥了，姐姐是想告诉你，这都因为脸上的伤势。”楚三娘这才言归正传：“弟弟，我的好弟弟，只要你能够治好我脸伤，姐姐可以是你的人哦。”梁远喉咙滚动，口干舌燥，没有回应，努力把持住，说道：“姐姐，先看看你的伤势，然后就治疗。你要在这里治。”楚三娘心里惊讶，心里激荡，也好奇，不知道梁远这是想要怎么治。不过都这么多年了，她都找不到解毒的方法。是的，她脸上的根本就是毒，还是单毒，因此才难以治疗。事实又何妨？那姐姐就献丑了，希望弟弟你可别嫌弃姐姐。楚三娘这才抬起手，缓缓解开了面纱，霎时间，一张原本就精致的妇人脸颊，却偏偏在左边嘴角的下半张脸，保留着黑色皮肤的古怪伤势映入眼帘。梁远愣了一愣，并不是说这伤势很丑，反而能够看得出来，倘若没有这一片黑色的伤势，楚三娘即使妇人的年龄，也绝对称得上是美人。梁远看得很清楚，相距很近，能够看到楚三娘的毛孔。姐姐得罪了。梁远开始抬手，无论如何也要触碰到这个伤势，才能够修复，才知道需要多少修复点数。楚三娘微微退缩，又定了定神，让梁远伸手。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当前可修复法术黑单独的伤势，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还真能够修复，竟然只需要2点。梁远看着跳出来的面板，心里一震，太好了！这么说来，楚三娘的这份人情自己拿定了。要早知道只需要2点，就能将这个难住楚三娘多年的伤势修复好。梁远早就来了，也没有犹豫，直接开始了修复。修复中，片刻后，面板上微微变换了一下，一行行文字显现而出。与此同时，眼前楚三娘的脸上黑色的皮肤，肉眼可见的恢复，一张风韵尤为特别的脸庞映入眼帘。梁远都看得愣了愣，我的脸怎么了？楚三娘娇躯一震，在梁远刚才触摸她的脸庞时候，她就感到了一股酥麻的感觉，冰凉
舒爽。这股舒坦的感觉直击灵魂，让他几乎娇嗔出声音来。事实上，这黑水丹毒是多年之前被奸人所害，黑水如咒，汇聚血液之中。他寻遍了各种丹药，医术也治疗不好，几乎已经放弃，只能每天戴面纱示人。从没有想过还有治好的一天，更加没有想过会被一个炼气2，如今是炼气3层了。没想过会被一个炼气初期的少年治好。他手在脸上一通摸索，旋即想到什么，一拍储物袋，一面精致的镜子取出，拿着镜子手柄放置在前，一看，顿时眼珠子一溜圆。我的脸好了，哈哈，好了，终于治好了。楚三娘激进欲狂，眼睛却湿润了起来，声音哽咽。这些年带着那张脸，受到了无数眼神的伤害，如今都发泄了起来。弟弟，你不会是药王谷的弟子吧？你怎么有这本事？这是什么医术？竟然一触摸就好了？他这才回过神来，猛然站起身，看着梁远，心里在剧烈的震动。此前的感触过后，心里只有震惊。天哪，他可是寻遍了丹药，甚至拜见过结丹期的修士，也无能为力。区炼气初期，一出手就治好了，没有用药，没有法术的动静，这是什么手段？姐姐没事就好，这医术另有玄妙，也就是触摸一下，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什么了。梁远含糊其辞，没有明说，毕竟那可是他的最大秘密，是不可能会说出来的。触摸就行了，会不会还不够？楚三娘整个人都像是做梦一般，生怕这梦醒过来，生怕脸上的黑水丹毒又重新想回去。他忽然看着梁远，就这么定定的看着，抿着嘴唇说道：弟弟，我可是说过要好好补偿你，报答你的。况且，也许只是触摸一下还不够，奴家还怕会反复。不如我们进去你的上房里，你再给奴家好好治治。你说了好呢？可以去，我再观察观察伤势。梁远起初还以为他只是担心，可是回过神来，为时已晚，所以我答应了什么？梁远都来不及解释，赫然被拉起了手，往他的房间里跑过去。梁远见到这满脸红晕、娇娇欲滴、抿着嘴唇的楚三娘，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啪嗒的一声，门关上。梁远想要解释，话到了嘴边，却又咽了下去。他毕竟年轻，当然把持不住了。如此这般，一天一夜过去。值得一提，在梁远和楚三娘进去房间的时刻，好巧不巧，万仙楼里转角处正好进来了一人，见到了这一幕，惊讶的眼睛瞪大。梁远若是见到他，一定认得他，可不就是不久前在半眼门见到的同乡的梁从南的妻子宁宣娇，正是被客人从半眼门带了出来，来到了万仙楼。果然，宁宣娇的纤细小腰正被人搂着，这是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修士，一身酒味，搂着宁宣娇走进了其中一间万仙楼房屋。那不是远哥吗？他怎么难道他也在卖，在这万仙楼当牛郎？宁宣娇心里猜测，媚眼如丝的他做出了诸多的猜测。啪的一声，被人拍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娇嗔一句：讨厌。转眼一天一夜过去，太阳高挂，万里无云，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床榻上，梁远悠悠醒来，揉了揉眼睛坐起，还没站稳，忽然双腿一软，累，浑身乏累，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梁远又坐回去床榻，双眼一瞪，昨天的一切浮现脑海，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这是做了什么？洞玄经都练到了第2层，梁远做着什么？手一掏，可不就是他修复好了的双修功法洞玄经。此刻体内一片燥热，充沛到了极致的灵力在丹田几乎溢出来，稳固心神，一沉丹田一看，卧槽，炼气期第4层，我昨晚突破的。梁远惊讶的几乎跳起来，别忘了，他从炼气期第2层突破到第3层，还是借用了增气丹的充沛灵力，并且刚突破没多久，这就又突破了。旋即看了看手中的洞玄经，想了想楚三娘的修为，竟然是筑基期，一夜双修，突破一个炼气初期的小境界，也就合情合理了。或许这是初尝禁果，效果这么好。姐姐人呢？梁远看四下无人，楚三娘应当是一早就走了，只剩下床上一滩血迹。看来他没有骗人，这么多年真的是守身如玉。梁远扶着额头，一阵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眼眸足光扫过，看到了一个储物袋，袋子绣着精致的荷花，这是楚三娘就给我的，昨晚不算是补偿，这才是。梁远一脸期待又惊喜的拿过储物袋，虽然他用修复点数治疗楚三娘，主要想要得到的只是万仙楼的人情，但是一个筑基期强者所给的报酬必定不简单。自己说不惜是假的，这也太富裕了吧？零食少说也有2000枚，这都是给我的，算是医药费。昨晚的算什么？除了零食，还有灵符、隐身符、3张隐身符，还有金刚符、大力符。梁远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忽然感觉他还要感谢陈阳，要不是陈阳的洞玄经，楚三娘也不会这么满足的送出这么多好东西。梁远脸色一红，昏沉沉的脑袋可算是想起了所有细节，再加上这个储物袋，整个人都飘飘然。有了楚三娘的这个人情在，自己也总算是有足够的底气去应付心底深处的危机。咕噜咕噜的肚子发出响声，梁远一晚上的消耗，肚子都饿扁了，洗漱一番就出门去，心想出门后再用脸榕树，无论什么时候警惕都没错。然而还没出门就被人见到，呼喊道：远哥，我昨日见到的果然是你，你怎么在这儿？梁远一抬头就见到这玄关旁边的身影，他身穿单薄的青衫，很薄，能够看到肚兜，领口很低，妆容很浓，眼神拥有一股妩媚劲。他长相不错，但是身上总有股风尘味，这是在半眼门多年养成的气质。眨了眨眼睛，走上前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梁远发笑，压低声音说道：我要不是昨日陪客人前来这万仙楼，还不知道你竟然也住这里，并且你不仅当了牛郎，给傍上了楚掌柜。什么？梁远一愣，旋即大怒，就要发火。宁宣娇连忙笑道：你啊，也不小了，也体会到了修仙的不易，这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走吧，你梁叔就在门外等着我呢。许久不见，又毕竟是同乡的，我们请客，以后你要是想我们了，别忘了来半眼门光顾我。什么狗屁牛郎，什么光顾你？梁远想不到昨天和楚三娘的事情，正巧被他见到，还误会了。梁远想要澄清，又有口难辩。远哥，真的是你，走，叔带你去吃点好吃的。这时，那身材魁梧的梁从南听到了声音，转过玄关找了过来。两夫妇不得不说，对梁远还算好，抛开了他们脱离世俗的观念，想要让梁远光顾宁宣娇的生意，这点不说，他们还算是念旧情。打住，我还有事。梁远正脱手，转身要走，眼底闪过一抹冷光，只希望他们别打自己主意。哎呀，远哥，你可是我们带出来的呢，你别介怀啊。哎，
你定是嫌弃我们所作所为了。可是你还不知道，你从南叔我当初刚来方氏的时候也不能接受，直到我得知那邻里铺的掌柜在开米铺之前和他的妻子也是在半野门赚零食起家的。如今你看他都筑基了，你从南叔我啊，以后也要在这青玉方氏开米铺。梁从南长相和善，耐心劝说道。梁元脸色缓了缓，以前是不理解不尊重，如今看来毕竟同乡，想到人各有志，又看在他们是真心对自己还不错的份上，不理解或许可以尊重，但也不会和他们走在一起。除了成见，还有自己要面对的危机。如今看来这夫妇估计还不知道自己的嫌疑。除此之外，梁远听到邻里铺的掌柜竟然是从半野门发家的，微微惊讶，诚然他们也是认得邻里铺掌柜的。事实上当初梁远刚来方氏，能够在邻里铺当小工，就是梁从南介绍的。听到筑基期的修为，又心底一沉，这邻里铺掌柜是筑基期，张扬如果和他有亲戚关系，张扬的死真要算到自己头上。一念至此，梁远本来消散许多的急迫猛地加剧，我真有要事在身，不便一句。梁远认真叮嘱道。从南叔，你们记住，别提及见过我，尤其是别让邻里铺掌柜知道我在这，更别提及我，否则会出大事。言尽于此，告辞。梁远转身就走，加快了脚步，转瞬间就消失在万仙楼门前的主干道人群里。只不过也没有走远，梁远脚步一错，躲进了一处巷子，眉头深皱起来，关乎身家性命，不得不小心谨慎。既然得知自己行踪，那就不得不防。手指一点储物袋，一张黄澄澄的符纸赫然掐在指尖，正是隐身符。梁远也不心疼，为了确定不会有后患，还是用了灵符，隐身在人群里，跟着梁从南和宁轩娇离开的方向。本是同乡，梁远不想下手，可是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身前不远，在主干道的一个岔路口，出现了一道身穿锦衣、面带笑容、留着三阳胡子的中年，唤住了梁从南。邻里铺的掌柜张怀仁。梁远即使用了隐身符，也顿时汗毛倒竖，一股强盛的危机从脚底直冲脑门。这可是筑基期，并且还和张扬一样都是姓张，张扬的储物袋也或许富裕，因此完全有理由他和张扬有亲缘关系。梁远头皮发麻，这可是筑基期，真要发现自己，真要来寻仇，自己和他照面等同于找死。转念一想，决定隐身，在角落里一阁楼屋角悄悄偷听，心里在急切想着千万别提及我。梁远很快就替梁从南夫妇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夫妇二人见到邻里铺张掌柜，自然是热情招呼。期间这张怀仁皮笑肉不笑，眼神时而闪过冷光。梁远已经看明白，梁从南和其妻子宁轩娇是真没有害自己的心，但是他们还是提及了自己。哈哈，张掌柜的，你也算对我们夫妇有恩，我也是走你老路，听了你的开解，我才会送我妻子去半野门的呢。对了，刚才我们还见到了梁远这小子，有空我们带他去和拜见探望你。梁从南话落，顿时腰间传来妻子宁轩娇扭进的提醒，想到梁远的叮嘱，没有多说。正是这无心之失，让梁远的心都揪了起来。你说远哥他在哪？邻里铺掌柜张怀仁笑眯着眼睛说道。这轻描淡写的疑问，或许当事人没有发觉什么。梁远隐身聆听，感到了深深的寒意。看来这邻里铺掌柜果然是想要为张扬杀了我。梁远心跳在加速，想听的都听到了，不宜久留，当即就要走。然而刚转身没多久，身后传来细微的灵力波动，回头一看，瞳孔一缩，只见此前梁从南和宁轩娇所在的位置，赫然只剩下2滩血水。他杀了从南叔。梁远心底大惊，更加不敢停留。即使这隐身符是一阶上品灵符，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危机。虽然同乡死在眼前，心里还是有所感慨，很快恢复了过来。此前给过了忠告，还是提及了自己，只能怪他言多有失了。一个汪九，一个张掌柜，让梁远心里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总算回到了万仙楼，关紧门窗，这才摸了摸额头细腻的冷汗。张怀仁竟然也是在半野门起家的，让妻子去半野门接客，这样的狠人，为了往上爬，为了实力，为了境界，何等的灭绝人性，何等的忍辱负重，得罪了这般狠人，还是筑基期的修为，说不紧张压迫是假的。细雨淅淅落在窗外的屋檐，梁远深居简出，又过去了半个月，又是赶集的日子了，下去瞧瞧。梁远掐着手指，灵力涌动，施展脸容术，面貌赫然发生了变化，斗笠一戴，改头换面，地面湿漉，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都是方士散修乘着各类坐骑踩过，留下各种各样的脚印。梁远不禁心想，或许什么时候也找个灵宠坐骑，方便出远门。目光扫过，方士两旁仍然有不少摆摊的散修，白布铺下去，上面摆放着灵符、丹药、傀儡，在摊前发出吆喝声、叫卖声，嗅了嗅鼻子，五味杂陈，大多修仙材料都有独特的气味，有清香，有臭味。梁远眼神一动，看到了一个摊位，上面摆着一些制作傀儡的材料，摊位前竟然是一名女子，也不吆喝，安静的盘坐着。女子身穿白衣，气质出尘，看似像个御姐般冷静。梁远想起她的储物袋里还有一节炼制傀儡的红木头，经过了解得知，那是炼制一阶上品傀儡的材料沉香红木，或许可以看看有没有炼制傀儡的法门。女子的摊位这里恰巧就有一本制作傀儡的手抄，却浸泡了水，许多字都已经模糊。这位公子，你可是看中了这本傀儡手抄？这其中可是记载了一阶上品傀儡的炼制法，只不过浸泡过，已经模糊了。梁远惋惜地说道。其实心里一阵惊喜，看来又要赚大发了。多少灵石？1枚灵石，不变1点，我不讲价。女子神情坚定，这点和上次不同。梁远看似犹豫不定，其实他只要买了，必定是赚了的，毕竟他能够修复，虽然无法以更低的价格买下，比如1枚灵晶之类，也还是能够接受。微微点头，又看了看这摊位里还有不少炼制傀儡的材料。梁远想了想，也买了些，就当作是混淆视听了。公子，你也深谙傀儡炼制？女子看到梁远买下许多材料，有些希意地问道。实不相瞒，我有一傀儡损坏，想要找人修复。你要是深谙精通傀儡，可否帮忙？闻言，梁远心中一动，修复他自然是能够修复，不过是消耗修复点数罢了，但是必须谨慎以对，没有把话说满。你说的对，我确实深谙此道，不过我当下没有时间，告辞。那太可惜了，公子，你要是愿意，可否卖些傀儡给我？傀儡稀缺，万法阁也缺货，我短时间内需要傀儡。再说吧。女子想要挽留，梁远身形一晃，已经消失在访视的人群里。修仙凶险，况且危机四伏，脸容术时效也快过了，梁远不会久留。女子面露失望，她神念一动，能够看到她的储物袋里装着一个个破损的傀儡，
垒，可惜我遭遇宗门的仇敌，傀儡受损，实力10不存1，回去必然遭到截杀。重新炼制傀儡又需要时间，还以为找到了会炼制傀儡的散修帮忙。女子叹气，也知道散修谨慎，无法轻易得到他人信任，只能继续蛰伏于此。此刻，梁远回到万仙楼，却眉头一皱，在他的门前，此时竟然矗立着一名女散修。此女子面容妩媚，浓妆艳抹，身着暴露，眼神挑逗。梁远见过2次此人，知道她也住在万仙楼，却避而远之。深知青玉方式的现实，更知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女散修就能够从外围的棚子里住进来内围，必定不简单，也不知道付出了什么代价。哟，这位公子，我见过你好几次了，你就住在这边吧。奴家有些口渴了，方不方便让奴家进去蹭口水喝呢？抱歉，不太方便。梁远冷冷说道，直接从他身旁走过，浓郁的体香扑鼻，梁远也毫无波澜。这感觉和面对楚三娘不同，楚三娘是万仙楼的掌柜，底子明明白白，此女的来路不明，真要是色迷心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梁远若连这点防范之心都没有的话，恐怕早在外围的时候就已经被孙俪给玩死。正好得到了傀儡炼制的手抄，还买了材料，想要回去试试修复手抄，看看傀儡一道如何。哪有心去理会这女散修？梁远走远，女散修顿时顿了顿脚步，气鼓鼓的离开。果然，她回到了她在万仙楼的房屋，吱呀一声开门进入，里头当即传出了一名男子的声音：“蔡珊，我的好妹妹，那小白脸有没有心动？哥，那就是个蔫货，根本不敢和我对视，要不然我们非得把他讹个精光不成。”女散修名叫蔡珊，重重的关紧大门，双手叉腰，对梁远恨得牙痒痒，眼中都快要喷出火来。那小白脸这么怂，哈哈，这不算是坏事，说明他怕事。你再加把劲，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我蔡光再把他抓个现行，到时候还不是认我们兄妹宰割？说话的男子眼眶深陷进去，鼻子朝外，不仅丑陋还凶神恶煞。他身穿短袖的束腰锦衣，外面披着一件青衫，还撸起袖子，看似蛮横凶狠。闻言，蔡珊这才脸色缓了缓，显然这是兄妹，并且和梁远提防的一样，果然是不安好心。他们年纪都不算大，比梁远大不了多少，却能够住进万仙楼，果然不是好人。所行之事正是仙人跳，妹妹将方氏散修勾搭进屋子，当哥哥的关键时刻出现抓奸在床，以此讹人。长久以往，这蔡珊也需要付出许多，很多时候甚至要用肉体去勾引。不过为了修仙，为了灵石，兄妹都不在意。修仙嘛，不寒碜。梁远此时一脸谨慎地躲在屋子里，虽然还不知道刚才的凶险，却也能够猜个七七八八。他正拿出刚刚在赶集里捡漏而来的傀儡炼制心得手抄，看了看如今所积累的修复点数，毫不犹豫地开始修复。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8，当前可修复法术残次的傀儡心得手抄，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梁远微微惊讶，竟然只需要1点，这也太少了。修复中，片刻后，面板上微微变换了一下，一行行文字显现而出。与此同时，这本被水浸泡过的心得手抄，那些模糊的字样肉眼可见的变得清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7，傀儡心得手抄已修复。等阶上品心得，包含1阶下品、中品、上品多重傀儡炼制心得，真是捡到宝了。这心得里竟然记载着这么多的傀儡炼制方法。梁远说不兴奋是假的，事实上他攒了这么久的修复点数还有一个用处。紧接着他一拍储物袋，一个龟壳模样的法器赫然出在手中。修仙斗法可不仅仅只有杀法，还要有防御，哪怕是筑基期没有防御的法器也不行。梁远哪怕是学了御剑术，也心心念念着什么时候修复一件防御性的法器。捧着这件法器的时候，眼中的面板也赫然跳了出来。当前可修复法器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没错，这正是梁远当初购买了庚金剑诀的时候，同时购买到的破损法器龟纹盾牌。别说是当时了，哪怕是现在，这18点的修复点数也绝对称得上是不少。以此看来，这法器的品阶不会低，一看就是防御性的法器。修复中，当日剩余修复点数9，龟纹盾牌已修复。等阶2阶下品，土系防御类法器。介绍：灵力炼制，关键时刻释放出土属性灵力，汇聚成为厚重的龟纹盾牌，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一击。太好了，品阶不低，还真是2阶的法器。我也终于有了防御性的法器了，就连筑基期一击都能够抵挡。梁远两眼放光，惊喜地站了起来，恨不得大笑3声。其实法器的品阶和修仙境界息息相关，1阶上品法器对应的就是炼气后期，2阶的法器已经是对应筑基进行修复。没错，这正是梁远当初购买了庚金剑诀的时候，同时购买到的破损法器龟纹盾牌。别说是当时了，哪怕是现在，这18点的修复点数也绝对称得上是不少。以此看来，这法器的品阶不会低，一看就是防御性的法器。修复中，当日剩余修复点数9，龟纹盾牌已修复。等阶2阶下品，土系防御类法器。介绍：灵力炼制，关键时刻释放出土属性灵力，汇聚成为厚重的龟纹盾牌，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一击。太好了，品阶不低，还真是2阶的法器。我也终于有了防御性的法器了，就连筑基期一击都能够抵挡。梁远两眼放光，惊喜地站了起来，恨不得大笑3声。其实法器的品阶和修仙境界息息相关，1阶上品法器对应的就是炼气后期，2阶的法器已经是对应筑基期了。梁远旋即想到所面临的危机，除了汪九，还有一个灵礼铺掌柜张怀仁，就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此前亲眼目睹了筑基期的强大，想到当时的感受，心里狠狠一揪，不行，这点准备还远远不够。一个汪九就让自己如临大敌，何况还是一个筑基期。每当想起，就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先试试制作些傀儡。梁远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如今的处境，深居简出一时平静，却不知道危机距离自己有多近。汪九必然已经在寻找自己。张怀仁因为张扬的死，恐怕已经怀疑到自己头上。那么他们在做甚？倘若能够炼制一个合适的傀儡，便能够以傀儡出去充当眼线。知己知彼，
方能安心。于是梁远开始翻看傀儡心得手抄，很快就找到了几个以当下材料能够炼制的傀儡。傀儡雀一阶下品傀儡所需要材料不多，正好已经购买好，能够当即就炼制。梁远开始埋头制作，不得不说这心得手抄真是个宝贝，对于炼制傀儡的方法记录得无比详细。然而半天过后，梁远看着眼前这个歪头歪嘴的傀儡小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毕竟是第一次炼制，他有心理准备，知道要失败，但是也没想过失败的如此彻底。问题不大，他有修复点数，并且仅仅只用了2点就修复成功。眼前这近乎于抽象的傀儡麻雀赫然发生了变化，可算是变得栩栩如生，竟然只需要2点，性价比不错啊！梁远惊喜地看了看面板中的傀儡麻雀介绍，等阶一阶下品傀儡麻雀，介绍灵珠做眼，五脏俱全，灵力驱动能飞行，可活动在100丈范围之内窥探地面。咔咔咔，能飞！梁远当即就以灵力驱动，这傀儡麻雀还真扇动了翅膀飞了起来。起初还有些僵硬，片刻后已经是以假乱真，寻常人没有留意的话，也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傀儡。100丈的活动范围也不小，还真能够窥探什么。梁远这就让傀儡麻雀飞出窗外，一神念操控，借傀儡的眼睛看着下方，啧啧称奇。不错，那女的竟然还在摆摊，她似乎说了，我要是制作有傀儡可以卖给她。材料还足够制作几个，去看看能赚多少利润。梁远兴奋地沉浸于赚取灵石上面，如今他也算是掌握了许多仙艺，炼丹、制符、灵草，还有如今的傀儡，关键不会亏损，哪怕是炼制失败了，也能够修复，这让自己对于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当然，前提是能够度过危机，活着成长起来。紧接着，梁远继续捣鼓着傀儡，再次炼制出来2个攻击型的傀儡，分别是傀儡刀手、傀儡弓箭手，还都是一阶中品。这品阶已经不低，自己要不是有了御剑术，还真想都留下。可惜一阶中品对付不了筑基期，不如卖了。转眼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方是灯火通明，一间间店铺挂起了灯笼照明。主干道仍然是车水马龙，一道头戴斗笠的身影赫然来到了其中一个散修摆摊前。是的，梁远见到那摆摊女子还在，施展脸容术下楼来，咔嚓咔嚓拍了拍储物袋，取出了这2个攻击型的傀侧，矗立在梁远的左右两侧。女子见状，瞬间就惊讶地站了起来，看似冷静御姐般的她此时不顾形象，惊讶道：你竟然能够制作一阶中品傀儡，还是攻击型的，并且在1天之内制作完成，还是无瑕的品质。为手熟耳。梁远淡淡说道，语气没有情绪波动，心里却也在雀跃。他忽略了时间，他也不知道傀儡师制作一具傀儡所需要的时间，他只是借着修复点数将失败破损品修复好，仅有的9点都用完了。如今看来，这么短时间内制作成的傀儡，其实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公子，都是你制作的？女子努力掩盖心里的震动，旋即回过神来，说道：是我失态了，一阶中品傀儡价格一般都是80枚灵石，我都要了，给你200枚，并且我需要傀儡，你能不能再给我制作些傀儡？灵石不是问题。行。梁远心里无比惊讶，对于此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本就摸不着头脑，也抛于脑后。此地毕竟是方氏赶集，并不方便。交易过后，收摊离开。梁远赚到了200枚灵石，心里甭提多兴奋。看来这傀儡制作还是挺赚钱的，当然前提是有人需求。眼前女子就很需要傀儡，认识一下，我叫何玉。我姓梁，你叫我梁道友就行。两人来到了主干道旁边的一处面铺，何玉打量着梁远，戴着斗笠，严严实实，名字也没有轻易示人，顿时知道这是一个心性谨慎之辈，也没有深究，修仙凶险，为人处事就该谨慎。实不相瞒，我是傀儡宗的外门弟子，奈何我的傀儡炼制的成功几率太低，并且所需要太多的时间，奈何又遭到了宗门敌人的劫杀，不能贸然回去。所持有的傀儡也大多都已经破损，傀儡并没有丹药和灵符那么广泛，这青玉方市里的万法阁都没有多少，所以我需要傀儡。宗门弟子，梁远顿时就坐直了。傀儡宗，他是听说过的6大修仙宗门之一，和药王谷、离火宗等等实力相当，宗门之间并不太平，形同水火。即便如此，能够成为宗门弟子的，都是方氏散修羡慕至极的存在。别说是宗门，梁远原本只是方氏底层外围的散修，哪怕是内围的许多炼气后期散修，都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想不到他竟然接触到了宗门弟子，难怪出手这么阔绰。也听明白了，这名为何玉的女修士，必然是经历了一番恶斗，所有手段都是傀儡，却在恶斗中损坏。一念至此，梁远心里一动，这对自己来说是好事，毕竟他能够修复破损的傀儡。原来如此，梁远点头，已然是懂了。只不过算了算时间，3炷香的脸容术时间快要过了，此事也需谨慎，没有急着夸下海口。我有事要先走，你需要傀儡，其实我可以帮你修好破损的傀儡，但需要准备些时间。你先想想价钱，过2日再来。那好，我最近都藏身这方事。何玉想了想，也生怕错失梁远，抿了抿嘴唇，鼓起勇气说道：梁道友，此事关乎我性命，颇为重要，如果你帮了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那就好，我会来找你。梁远说罢，起身便走。他心里也惋惜，这么一个赚灵石的机会就该好好把握。其实主要还是修复点数不够了，需要再积累一些时间，1天1点，少说也要半个月吧。梁远心里还有着更多的考虑，既然是宗门弟子，那么自己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也能够加入宗门？届时什么张怀仁，什么汪九，自己还怕他们作甚？可惜没那么简单。宗门招收弟子，少说3年1次，有些10年1次，不能寄望于此。不过或许可以好好结识一下宗门弟子。当下这何玉就是个结识的机会，正好他需要自己修复傀儡，还能彻夜钻研傀儡。此话让梁远心里一阵火热，不由想起了风韵犹存、风情万种的楚三娘。楚三娘脸上的伤势好了之后，
最近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不过今日似乎回来了。出门的时候见到他的身影，梁远快速回到了万仙楼，然而刚关上门就脸色一沉。诚然，他不仅仅是谨慎的用了脸容术，并且他的傀儡麻雀还留着没有卖掉。在他出门的时候，一直都以灵力操控着傀儡麻雀，盘旋在4数百丈距离之内，为的就是一个安心。未曾想，傀儡还真发现了什么，跟踪我。梁远借助傀儡麻雀宝石眼睛，能够以神念看到傀儡的视角，看到2道身影尾随后面，甚至跟到了他所在的万仙楼房间外不远处。不是谁人，正是此前遇到过的女散修，以及一名长相凶狠，一看便知不是好人的男子。傀儡麻雀缓缓落在屋檐，甚至还能够听到他们所说。当听清楚他们对自己的歹念，梁远眼神一冷，动了杀心。哥，就是此人，错不了。虽然上次我见到他不是这模样，但是进去的是同一个屋子，所以他应该是施展了某种改头换面的法术。他不仅是个蔫货，应该还得罪过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蔡山盯着梁远房屋的方向说道，语气有些小觑。哼哼，这小白脸能够住进来万仙楼，说明他的储物袋里一定有很多灵石。妹妹，辛苦你了，你牺牲一下色相，哪怕让那小子尝尝鲜也在所不辞，一定要把他给讹了。哥哥蔡光阴恻恻地笑道，哥，我辛苦啥啊？这小白脸挺俊的呢，我也不吃亏。蔡山笑了笑，眼睛不仅有小觑，还泛着淫荡的光，却没有注意到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傀儡在屋檐之上飞过。兄妹二人的对话尽数落到了梁远的耳中。梁远冷笑，动了杀心。倘若不是傀儡麻雀，还不知道被人惦记着。当初遇到这名女散修蔡山的时候，直觉告诉他，这女的开路不对，接近自己故意搭讪，恐怕有所在修仙底层摸爬滚打，防人之心不可无。想不到竟然兄妹联手起来惦记自己，要讹自己。好一个仙人跳，还真是心思歹毒。早在外围的时候，就听说许许多多的底层散修遭遇了仙人跳，不仅灵石全部都被讹走，还免不了一顿打。倘若四下无人，还会遭遇毒手。人心不古，越好看的女的主动接近，就越没有好事。这次多亏留了个心眼，还是兄妹，真他娘的不要脸，还不如扮演门卖肉的。别人起码自力更生，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招惹到我头上，等着吧。咚咚咚，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梁远深吸一口气，收起了杀意。傀儡麻雀飞回，也看到了门外的是楚三娘。是啊，门打开，顿时香风扑鼻。楚三娘没有外戴面纱，此时她的脸上没有了伤势，妇人的年纪并没有让她魅力减少半分，反而更加的让人想要紧紧把握。她身穿一身白色的纱衣，走进了屋子里，反手关上了门，眼神拉丝。我的好弟弟，多亏了你，我可算是好了，我欠你的可还没有还清呢。说罢，他柔软的手已经挽住了梁远的脖子。梁远顿时脸红，也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2个时辰过后，楚三娘，梁远还在愣神。咦，好弟弟，你竟然还会炼制傀儡？这傀儡麻雀是你制作的吧？我略懂一二，昨天制作好的。楚三娘看到窗外飞回来的麻雀傀儡，心情大好的她将之捧在手心，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拍储物袋，诺，给你，这是我以前得到过的一个2阶傀儡术，能够炼制一种2阶傀儡，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呢。说罢，他把一本手抄从储物袋取出，交给了梁远。梁远接过来一看，竟然能够炼制2阶傀儡。黑虎兴奋地翻了翻，此傀儡还能够用作坐骑，自己正想着什么时候也养只灵宠当坐骑，这傀儡术来的正是时候。